姐姐，梁上有贼！别动！一定是他偷了金简，抓住他！跟我使暗器！我只是个猎宝人，金简在我怀里，给你便是。雇主说，找到此金简给10块金饼。雇主姓甚名谁？不知道，他一副山人打扮，头发胡子都是白的，但看面容却很年轻。你咋知道？大周国武曌，你要找这东西，还真是不一般呐。如果找到了，还有7块等着你。你既然有这么多金子，为何花这金子去寻那金子？就算那简不同寻常，也不过就是金子做的嘛。你们猎宝人这一行的规矩，只问何事，不问何有物，否则，项上人头不保。怪我多嘴，这买卖我接了。不过你确定宝物在长安？确定。找到了我怎么联系你？给你1个月的时间，月末，大雁塔下相见。可是此人，就是他。你需仔细回忆，提供线索，可立功赎罪。我问你，那日在酒楼饮酒，可有人讲天后的艳事？有。所以说呀，这《沙司传》所记载的，那不过就是9牛1毛。我都听入迷了。那山人听了高兴，还去敬了人家酒呢。不过，他倒未必是真的高兴。何意？看我们这行的，眼力最重要。我瞟见，压下去，带陶钵。走。一起喝酒的人说，怀武酒量甚大，那日应不会喝醉。看来醉与不醉，不涉酒量，而是那山人下了药。跪下！哎，为何如此对待老人家？他伤了老刘，我恨不得宰了他。听见了吧，姓陶的，若不如实招来，没好下场。你化宅为庙，所供紫衣美髯公，容貌颇似长孙无忌，而你拜师亦称赵国公，那就不会错了。前头跪着的塑像，当是许敬宗、李义府、袁公宇。你现在一言不发，难道就能隐瞒身份吗？哼哼。哎呀，你声称此金简关系到大唐的社稷，我来看看这是什么。大周国主武曌，好乐真道长生神仙，锦衣中岳嵩高山门，投金简一痛，起3关9府除武曌罪名。太岁庚子7月甲申朔7日甲寅，小使臣胡超起手再拜，谨奏。我若没记错的话，9世元年，时为皇帝的天后，
外出住石丛山三阳宫，命道士胡超登嵩山，在峻极峰投下了一枚用于消灾除罪的金简，就是他吧？他怎么会在你的宅里还用山石压着？你到底是何人呢？额甲，搬个凳子。是。坐。这回可以说了吧？我原名李凤杰，年少时性情刚烈，也颇有些武艺。后游走京师，因事状告朝中的官员。那是50年前了吧？你怎么知道？恩师狄公在给我讲朝堂往事时，提到过你的名字。我就是个无赖，狄公能提我，那我倒是高攀了。高宗皇帝在时，天后御厨赵国公长孙无忌，其心腹许敬宗见有机可乘，便指责赵国公和我所告那官员结成朋党，意欲谋反，又叫我直接构陷。后赵国公遭贬，被逼自杀，天后从此正式掌权。当尘埃落定，一些事看清楚后，我追悔不已啊！我害怕，我怕遭奸人灭口，于是隐姓埋名，成了个卖炭之人。这些年，我无时无刻不在后悔，是我对不起赵国公，更害了大唐啊！于是，你就将宅子改成专门祭祀赵国公的庙宇。是，自那以后，我宁可寄居寺院，也不敢住那宅子。我是没脸跟赵国公共居一宅呀。那这金简又是从何而得呀？他应该在13年前就被投入嵩山峻极峰的悬崖之下了。我就是13年前得到的。那吴兆坑害忠良，继而颠覆了大唐，想靠着金剑消灾除罪，我岂能让他得逞？悬崖之下，寻找了7期49天，杀豺狼，斩巨蟒，最后终于找到了金简。我用泰山之石将其压在赵国公的像前，我要让那武曌没有机会赎罪，没有机会翻身。你恨天后，我能理解，可你为什么要害武阳啊？害武阳？我没有。你还不承认？我亲耳听见。是，原本我计划要杀了武阳，结果没办到啊。为此，我还在赵国公像前请罪呢。你为何要杀武阳？长安坊间在传，说天后要复生做朝堂，也有人说，那武曌已经转世，就在圣叶坊。我遍寻圣叶坊，发现那武阳长得和天后年轻时一模一样。我想，我一定要杀了他，不让那转世的武曌再乱大唐。转世之说本是虚妄，如何能信？再说了，天后上仙是8年前，而武阳今年17岁，
年龄如何对得上？我不管年龄，只要她长得像天后，我就要她的命。4初10分，成佛寺门口见。好，那明天见。我盯了好几天，一直没有找到机会。后来听说，那武阳失踪了。上官，看在我年岁大的份上，就把我放了吧。你重伤本府捕手，本就有罪，更因谣言欲谋害无辜，罪不可恕。先押下去，让雍州狱严加看守。是。等一等，我不服，我想知道，我是哪儿露了破绽，让你们盯上了我？哎呀，好你个老家伙呀！啊，哎呀，看这岁数跟我年龄相仿，一个卖炭的，既非神仙又非玉女，你用那神仙玉女粉做甚呢？你怎么知道的？我告诉你，我这鼻子是神仙送的。都怪我呀！为了探查武阳，又怕人怀疑，就进那店里买了一盒神仙玉女粉，拿过来又舍不得扔喽。哎呀！你看，怎么样？裴小姐，我自己来吧。刘大哥，您客气什么？您是什么身份？我实在不敢当啊。击胸负伤，此为大义。刘兄乃大英雄，袭君奉济世公之命，为英雄煎药，是我的荣幸。快喝吧。我老刘也能算英雄了。当然。我老觉得自己长得不够英武，你说我这要有五缕长髯，我这一瞪眼，哎，是不是有点像关羽关云长啊？像，摘上胡子啊，更像。胡子。陈空，是那个陈空。就是他，成佛寺看守大福殿的居士陈空。啊？你确定？我第一眼看见他就觉得眼熟，现在才想起来，已经懊悔死了。他沾了白发白须，打扮成山人的样子而已。喜君对人的姿容体貌甚是敏感，应不会错。这大佛殿的卧佛是8年前陈空居士发起建造的，他也出资最多。这陈空居士气度不凡，可知他的身世来历？不太清楚，只知道他祖籍洛阳，中宗光复后便迁居来长安。这些年他没干什么营生，但不缺钱。几个月前，他便产生了剃度为僧的想法，但后来不知为何，转天他就改变主意了。卢参军，那看大殿的陈空居士可来过？没有，天明后始终就我一个人，再也没有听到过什么女子的哭声。这少年好胆量啊，英雄眼！你俩提过什么呢？陈空的人呢？好像昨晚就出去了。他在寺中可有栖身的禅房？啊，有。陈空居士在吗？陈空居士可在？雍州府查案，可直入。拿的是什么？这陈空居士的房中怎么会有女子的书币？这好像是武阳的书币。
我能和你们做朋友吗？我没有朋友。当然。舞阳，你发髻上的书臂真好看。他那天戴的，确实是这把书臂。秉卢参军，胜野方发现居士成空行踪。天后的亡灵，我已经接引到了，现在就看你的了。怎么样？可有听到天后的声音？没有。你到底行不行？我可是全长安最好的通灵师。但是否能与亡灵相会，关键看你心诚不诚。我之心，天地可见。那好，那我就用另一种办法，把天后的亡灵接引入我的体内，然后再跟你言语，就是民间传言的箭射。你能行吗？当然。不过此术需耗费我更大的元气，你需给我2块金币。只要你能让我和天后在冥冥中相遇，我给你3块。我乃天后，对面何人？是我，沈郎。我是沈郎啊！沈郎，天后，你不认得我了吗？当年我在你左右，三才有余啊！我怎会不认得你呢？当年我对你稍有冷落，你就一把火烧了明堂。为何要杀我？你不是对天后无比崇拜吗？你个蠢货，连烧明堂的是谁都不知道，还敢骗钱？你去阴间打更吧！他手上有血，方才杀了只鸡，杀了只鸡，拿下。他
终是为了钱而丢了命。是陈空干的。别打我脸！别打脸！别打脸！我说罗参军，这你不管管？别打了！我来。樱桃，先得审，审完再说。为何杀盛业坊打更人阿玲？他该死，蠢得像头猪。烧明堂的是薛怀义，而我姓沈名誉。骗我钱财无妨，但以天后的名义骗我就必须杀了他。你就是沈玉，久仰大名。哼，我本就不该活在这世上。当年在那些自诩清流的士大夫嘴里，我的名字是何等的不堪，但我不在乎。在天后左右的3年，才是我沈玉最美好的时光。是你从余宅后院劫走了武阳，如今他在哪儿？是死是活？我不知道他在哪儿。这是在你禅房里发现的，已让武阳的母亲辨别过，你还想抵赖？假善人，假居士，你把武阳怎么了？我杀了你！我杀了你！大胆！假居士，假善人，还我武阳！退让！你的心情我们都能理解，但眼下正在讯问，尚未水落石出。你如此咆哮公堂，欲持刀行凶，成何体统？我让他还我武阳，你把武阳怎么了？假善人，假居士，还我武阳！还我武阳！还我武阳！还不说，武阳在哪儿？我真不知道武阳在哪儿。那这个书币怎么会在你手里？你们还是将我下狱吧。哎呀，罗参军，这样，我们都走，就把他交给樱桃女侠和赤英，看他们俩不打烂你的脸。不，别让他们打我的脸，不然天后就不认得我了。哼。那就如实招来吧。我是真不知道武阳在哪儿。我第一次见武阳，就是在成佛寺。那时的我，已经决定入空门。广孝法师答应次日为我提督。阿弥陀佛。当年，我以御医的名义被天后招入宫中，也不是每天都能见到天后。故天后赏了我她年轻时的画像，我每天都得看上1万遍。那武阳简直是太像了，不是像，他就是天后本尊。后因2章得宠，我离开了宫中，但我的心始终没有离开过天后。天后升仙那年，来到长安的我，在成佛寺造了他最喜欢的卧佛像，就是想始终陪伴在他的身边。可是没想到，佛祖显灵了，让我和天后又重逢了。我立刻放弃了提督，我要重新回到天后的身边。武阳，刮风了，要下雨了，动作麻利点，这就打药。好。可天后转世成武阳，并不认识我，
赤鹰又看管极严，我只能乔装打扮，设法接近。哎呀！老人家，你没事吧？我很老吗？见到你，就让我想起一个人。你与他太像了。谁啊？我的旧恋人。自那日后，我是日夜难眠。乌阳，好生看店，娘一会儿就回来。之后，我想尽一切办法接近乌阳，哪怕只能远远地看上一眼，或者鸿鹄传书。哎呀，走。走吧。你所谓的鸿鹄传书，怎么个传法啊？武阳给你回过信吗？回了，他说他的母亲对他看管太严了，他想跟着我徜徉在大唐的山水间。哦，本来我已经得到了他的放心，却因为……阿弥陀佛。我平时是不留胡须的，就是怕与天后在梦中相遇时，她不认得我。我扮成山人打扮，只是想和武阳接近。我想着，等和他熟识之后，再跟他解释清楚。可是，他在回信中说，他不想与一个欺骗他的人再有任何往来。无论我怎么解释，他都不肯再回信了。所以，你挟持了武阳。我确实有这么想过，可我还没动手呢，就被人抢先了。然后你就一路跟随。在一处宅院的后花园，用迷香迷倒了看守，继而带走了武阳。你们都知道了？来，接着喝。哎，马上。我是沈郎，自你飞升之后，我日夜都在思念你。今日，终于把你给盼回来了。疯子，你这个疯子！有媒人说你长得像天后吗？当然有，这就是我多年最大的烦恼。我本以为你的出现是命中注定，没想到你也是别有用心。我永远都不想再见到你。放我走！不然我就报官。他是那么的决绝，我想，我只有把他带到专门为他修建的大佛前，才能唤醒他前世的记忆。若是他不存呢？那我也没办法呀。你就是想让他待在大佛庭内一辈子，让武阳与你出资修建的大佛合二为一。卢参军已经发现大佛背后你开凿的石棺。
2个月前，成佛寺深夜忽传女子哭声，而你编织谎言，假借佛祖托梦，用灰尘和蛛网困住了降魔殿，不就是为了吓得别人不敢再进大佛殿，你才有机会开凿石棺吗？那女子的哭声到底是怎么回事？你是不是还害过其他的女孩子？你们永远也别想知道。你过于自信了，真相会大白的，不就是夜行有女的小把戏吗？何为夜行有女啊？是一种鸟，传说中是死去的产妇所化，故喜欢偷偷地捕捉婴儿，且常在深夜里悲惨地鸣叫，其鸣如女子的哭声。昨日樱桃在大佛殿看见屋顶有个漏洞，一早便派人抬了梯子去看，一下子就抓到了5、6只夜行有女。是一窝小鸟，抓一只下来。这种鸟只栖息于深山之中，即便白日飞入城池，夜晚必返回。可如今却在大佛殿搭窝，很显然是有人故意为之。此鸟夜飞昼隐，喜幽暗，最怕光亮，所以天一亮它就不叫了。我明白了，那日我本听到叫声，卢凌风一打开火折子就没有了，正是这个缘由。我想起来了，鬼市上常去终南山采药的人，手里总有几只这样的怪鸟。言归正传，武阳在哪儿？我用了2个月的时间，在大佛背后开凿，确实是想让大佛的金身和武阳的肉身合二为一，以便更好地召唤天后的灵魂。我还打探到一件事，当年天后让道士胡超在嵩山之巅献祭给神灵的赎罪金简被人给盗走了，宝物就在长安。于是我就雇了猎宝人，我想着一旦得到金简，我也把它藏入大佛体内，届时我便剃度，用余生枯守左右。你说的金简是这个东西吗？臣沈玉拜见天后。小环，赶快交代你的罪行。老实点。现在就回家，佛祖保佑。赤英，此殿已封，夜里不允许拜佛，你赶紧回去吧。当初修建大佛时，我捐了5000钱，我随时可以拜佛，这是当时讲好的。现在我女儿丢了，只有这尊佛知道她在哪里。佛祖保佑啊，保佑我女儿，今晚就回家。保佑我女儿，今晚就回家，现在就回家。保佑我女儿，今晚就回家，现在就回家。赤英念佛，陶伯睡觉，谁都不肯走。
我只能吹灭火烛，让鸟将它们吓走。乌鸦，乌鸦！可是我根本没有成功，一直到了寅时，才好不容易把赤鹰轰走，又把陶伯轰出了成佛寺。专门为你修建的大佛，怎么样？现在有没有想起我是谁啊？疯子！看来在你的体内，天后的神魂还没有升腾。没关系，我愿意等。这样，我带你去你的故乡滨州文水，在那里，我让你做我一个人的女皇，可否？做梦！你要是不答应，我只能一刀把你给杀了。死本来就不可怕，可怕的是活人被束缚。那一刻，我犹豫了。他是那么的冷静，仿佛心里能够装得下山川河流，也能吞得下洪水猛兽。他简直就是天后啊！你说，我怎么舍得杀他？迷迷糊糊的，我看到有个人将武阳带走了，我想去追他，可是我没了力气，后来就昏死了过去。直到这位小姐来到大佛殿，怪我没有早点认出你，让你继续作恶，杀害了灵仪。还有一宗命案，蒯武，他更是该死，竟敢在大庭广众之下污蔑天后。我就是敬了他一杯酒，酒里下了一点药。怎么今日并未贪杯，却醉得如此厉害？这件事情我干得痛快，以后不管是谁敢污蔑天后，我会毫不犹豫立刻杀之。沈玉啊，沈玉，你竟然顶着御医之名，而今你行的却是害人之事，你简直是对这个医字的侮辱！我的脸！卢参军，苏博士，鬼市上发现了一具女尸，年龄与武阳相仿。我先到了一步，已经看到尸体惨不忍睹啊，整张脸皮都被剥下去了。什么？百变郎君？女子17、18岁，应死于昨日，年龄和死亡时间都对上了。只能运回宫谢，让赤鹰认尸了。听上去很残忍，但也只能这么办了。
娘对不起你啊！没有把你看好，我对不起你，娘来找你！不要！徒儿，哎呀，帽子可不轻啊！我给你打打脉，血丹青，无异议，我们会抓到凶手的。我爱的，我一会儿给你煎一副药啊。这样，薛环看着高大，论岁数比武阳还小2岁，方才舍命相护，他的话，希望听进去。娘啊，我怎么活啊？刚才认尸，你看仔细了吗？看仔细了，是武阳，那个衣服是那天我让他穿的。那身材胖瘦呢？一样啊，我的女儿我知道啊，我呀。哼，你们出去。行。我能和你们做朋友吗？我没有朋友。我叫武阳，习武的武，阳光的阳。环城立案第1天，入圣业坊，警尸案虽告破，可武阳失踪案却变成现在这样的结果。我这个雍州司法参军，以后怎么还有脸面入圣业坊？我总觉得此案尚有蹊跷。西军樱桃，还得劳烦2位暂时陪在赤英身边，以防他再寻短见。秀华，你的伤怎么样了？已喝下老费熬的药，应无大碍。今夜随我去鬼市，一定要抓住这个百变郎君。是。哎，都走了。哎，咱都多久没好好吃顿饭了？要不咱俩喝点儿？喝点儿。就这么喝呀？要不说买一只鸡，好歹你也是个博士啊！这炒豆吃起来还挺有滋味的。每天的这个时辰，武阳母亲闭店回家，而此时朱雀大街等主街均已宵禁，只有坊间尚可自由行走。这女孩子都已经走了，你还提她作甚？阿木啊，来收垃圾啊！哦，是啊，我知道面制店没开张，应该不会有垃圾，但是例行公事嘛，身为除灰夫，理应过来看看的。好小子。2位，我听说武阳死了。
是啊，好可怜呐。哦，那我先走了。阿木，你倒是说。苏博士，你还有事吗？你那天提供的线索，对探破警尸案很有帮助。但，年轻人，你那么做只因灵姨骗了你20文钱，对吗？你这心眼儿是不是太小了？我是自愿被骗的，我本就不相信他可以招来父亲的亡魂，但是那天是我父亲在阳间的寿日，我只是想尽力试一试，毕竟这是我唯一能略尽孝心的办法。而且那天我并没有撒谎，他确实诅咒人家来着。我明知道那是口舌之快，还要提供线索，其实是希望上官可以查一查他骗钱的事情，教训一下他，让他悔改。因为灵姨经常以招魂骗钱，我就担心他长此以往会有危险。你这么一说，倒显得我心胸小了。你年纪轻轻，能有这种心思，真是我大唐的好儿郎，请受苏无名一拜。我受不起，苏博士。我还想问问，你常在圣叶坊接触武阳的人中，你有没有发现什么可疑之人？有啊，有一个须发洁白的山人，他给我钱，让我替他给武阳送过书信。此人已落网，还有吗？还有，那就是常给赤英送药材的那个白药师，我看他经常偷看武阳，那个眼神还怪怪的。好，您慢走。终于买到了。是啊。武阳姑娘，告诉你娘，这药材到了，让她到后院来取啊。好，谢谢您。白药师，你知道他家住在哪儿吗？就在永阳坊的土地庙旁边。土地庙旁。多谢啊。师傅，咱们上哪儿找线索？你以为我是来找线索的吗？那咱们有时候找太难，只能靠打。放着我！拿酒来！咱们呢？让着，没看见老子来吗？啊！走。徒儿，坐。有事吗？没事。没事还不快滚！还不把好酒好菜给爷端上来！太难吃了吧？这是鸡还是鸟啊？你们有事？有。敢来黄泉酒庄闹事，肯定不怕父皇权，自有人会收拾他。审。你们？没事，没事，没事。你走。
这回宽敞了。徒儿，吃。师傅，咱这是杂店，好吗？自从苏无名统管长安暗探以来，得到了很多情报。我把关于鬼市的都单独挑了出来，仔细分析过。这个黄泉酒庄的主人，应是隐匿江湖多年的阎王追。阎王追？此人狂妄，号称连阎王都得追随他，故得此名。好大的口气！来此地喝酒的，不是恶贼，就是大盗。他们在一起商讨的，多是杀人越货之事，不该砸吗？原来如此，砸得痛快！来的倒是挺快。徒儿，吃饱了没？饱了，正有劲儿打架呢。什么人这么大胆，敢来我的黄泉酒庄闹事？我呀，是个娃娃，该不会是百变郎君给你换的脸吧？你看，来对地方了吧？少说废话，报上名来！你算个什么东西？也敢问我大哥的名号？不想活了吧？交给我，哼，麻利点儿，看他挺瘦的，都炖不出一锅好肉来。哟，还真有点本事哈！阎王追，大爷敬你一碗。小白脸儿，到底是哪位仇家出的钱，让你来要我的命？哼，看来你是得罪了不少仇家呀。那都是以前的事了。这些年我在鬼市开酒庄，靠挣酒钱为生，没再得罪过人。去年魔王惊现鬼市，你当了缩头乌龟。那魔王骑着怪兽，连金无畏都敢杀，我肯定要躲着他。小白脸儿，我知道你们这行的规矩，你不肯说出雇主的名字，也要报上你自己的名号。我就是死，也要死得明白吧。前金吾卫中郎将，前大理寺少卿，新任雍州司法参军，嫡公弟子，范阳卢凌风。原来是你，死在你手上，不冤。这几年你真的没做过恶事，没杀过人？没有。可你这黄泉酒庄养了许多恶人，他们扰乱长安司法，你该当何罪？若让我不死，我一把火烧了这酒庄。可以，不过有个条件。我知道许多奸邪之人在鬼市上混，都以你为靠山，
包括你刚说的百变郎君，我要找到他，立刻。就给几个炒豆吃，就骗我跟你来永阳坊，长安城整个一个大吊脚，还要经过几处宵禁的地方，吓死我了！这要是掉了脑袋，土地庙旁边的应该又是这一家了。累死我了！我不累。雍州府刑狱博士查案，就直入内室了。谁呀？我刚才听您喊什么雍州府刑狱博士，真假？这官职之前没听说过呀。起来回话。是。好像没哭声了。白药师，上官，你刚才可听见女子的哭声？每天夜里都有哭声啊！这房子它阴气重，有女鬼，所以这价钱便宜，我才买得起呀。你可知美秀面之店店主赤英的女儿武阳失踪了？不会吧？我前几天送药，我还看见她来着。就是失踪了。你有没有什么线索？比如去送药的时候碰到过什么奇怪的人、奇怪的事儿？您别说，还真有。这说来听听。那得3块金饼。这也太贵了吧？这个。之所以要3块金饼，是因为这条线索它很重要，而且得之不易呀。是因为要活剥人皮，得之不易呀。百变郎君。啊？您叫谁呀？我叫的就是你，我见过你。你应该还有一张脸，或者不止一张。他是百变郎君？你没搞错吧？我信你，你耳朵最好。我说老东西，咱们在鬼市一起混过呀。我是鬼市神医费翘费英俊，别号技师。快，把你那张死人脸露出来！还真是你呀！姓苏的，我知道你是狄公的弟子，不过今天看来也不过是个不知死活的东西。还有你这个废物，你是不是老糊涂了？你忘了我的一身武艺了吗？我们是2个人，2打1。还用得着咱俩动手？长安县3大捕手早已率数十众将这围得水泄不通，你还不束手就擒？你们刚才进来的时候，不是听见有女人的哭声吗？那是我养的夜行游女。如果外面真的有捕手，他早就飞进来向我报信了。我看还是你们2个束手就擒吧。哎呀，别急我呀，苏明！
飞鹰君，号称是药王弟子，鬼市神医，你那看病的本事不过是雕虫小技，根本就不值一提。今天我就让你见识见识活剥人脸。雍州府的刑狱博士，很快这张脸就是我的了。明天一早，我也去雍州府当个博士。等等，你让我死个明白。我问你，武阳是被你所杀吧？我们在鬼市找到了尸体，脸被活生生的剥掉了。那个不是武阳。我不信。成佛寺有个居士叫陈空，从我手上买过2只小鸟，他可是真有钱呐，给我的居然是金饼。我好生好奇，暗中跟随，结果我发现他让成佛寺闹鬼，为的就是这个武阳。直到有一天，他在大佛面前要杀了武阳，我这才知道，原来这个小女孩长得居然像年轻时候的天后。我想这下我可发财了。你想，这天后的脸还不得值500块金饼吗？于是，我就打晕了陈空，扛起了武阳，出了成佛寺走后山。可是没走多久，我就遭到了偷袭，屁股上还挨了一下。那个武阳到底在哪儿？当然是被偷袭者劫走了。那鬼市上的尸体是谁？像我百变郎君行走江湖，我从未失过手啊！这下可真是把我气坏了。于是，我就找了个年龄相仿的女子，我剥其面皮，我好好的出了口我心中的恶气。我就是在这儿剥的。然后我就把尸首扔到了鬼市上，没想到吧？你就是个禽兽啊！哎呀，你真是罪大恶极。可是，现在死到临头的却是你。尝尝我的刀吧，很快的，割喉放血，我保证你不会感觉到痛的。罗连峰，你怎么才来呀？在哪儿呢？是老费！救命！救命！快来！救命啊！哎呀！救命！快！你们可来了！快！死了！死了！这到手的线索让我一脚给踢断了，这可如何是好啊？你得了吧你！这一脚要是再晚踹一点，脸都让人扒了。真有你的！哎，老费，赶紧给他验伤。他要是说的是实话，那武阳就还活着。这薛怀，快帮我把他的裤子扒了！哎呀，他屁股上这个伤口跟老刘肩膀上那个极为相似啊！破甲锤，快走！
这谁呀？这是？你不是只有在大佛底下才能睡得着吗？你还别说，进了这雍州狱呀，饭是好，睡得也就香了。你把武阳怎么样了？武阳，他不是被绑了吗？他怎么样，我哪知道？用刑！你们算什么嫡公弟子啊？给一个老年人用刑？说我杀了武阳，有何证据？那日你被陈空轰出成佛寺，却没走，不久便看到白药师扛着武阳从成佛寺后门出，奔后山。你暗中袭击，用破甲锥伤了对方，劫走武阳。既然你们都查出来了，那我就认。我李凤杰终将会被载入史册，因为我已将那妖后沉入了曲江，永不会脱生转世了。为何要这样做？只怪你长得太像那妖后，我李凤杰也是在赎当年的罪过。正是因为那个我从未见过的女人。却振振有词，无耻如你，不配做个唐人。你是个坏人，一个上了年纪的坏人。上来呀！我一定要学会游泳。现在在水下的不应该是食谱。你要学的还有很多，别急。2天了，即便找到铁笼，武阳也……没人，会不会是被鱼吃了？铁笼附近并没有发现尸体，只找到了这些。这绳子应是被刀割开的。这是好事，也许武阳还活着。有人将他救走，又再次劫持，这简直太不可思议了。她只是个普通女子啊！
查就免了。何时结案？尚需时日。等不了。你，都怪你！这怎么怪上我了？我区一个博士，连月俸都不是你们雍州府给的。你敢说司法公蟹入坊办案不是你出的主意？杜长史说是，就是。这个主意不好吗？好。盛业坊丢了个女子，全长安都知道了。若不是入坊办案，会这样吗？那不是。还有，你们深更半夜到成佛寺大佛殿清草壁画，结果呢，把尘封在灰尘蛛网间的妖魔鬼怪全都给放出来了。我的杜长史，这话你也信？我可以不信，可百姓们都在传呐，传着传着，不就传到了天子的耳朵里？虽然年岁对不上，但那失踪的女子，还是被坊间疯传是天后转世。阿银，你怎么看？人真的能转世吗？或许吧，不然我怎么会梦见下一世的你我？我小的时候最怕见天后，甚至因此惧怕进皇宫。而今，虽成了皇宫里的主人，却因盛业坊一个普通女子而寝食难安。朕这天子，是不是有些可怜？陛下过于忧虑了。晚上我多做一份赤剑粉，祝陛下安寝。我曾说想见那个叫武阳的女子，收为义女，不想，据说那女子遇害皆因长相，不过有传闻称其实天后转世，根本没有死，只是升天去了。这世人到底是爱我的母后，还是恨我母后？即便是完人，也会有人嫉妒，甚至因爱生恨。天后劝农桑，伯父尧，兴水利，师屯田。他在位期间，虽宫廷多事，但民间安定，粮仓都是满的。我大唐人口增长何止100万，天后还完善科举，给平民学子入仕的机会，当时亦可谓万国来朝。如此伟大的天后，竟然有人恨她，难道就因为她是女子？无论如何，必须结案。好，结案。苏无名，你说什么呢？哎呀，我的卢参决，凶犯李凤杰、沈玉已被抓获，对所犯之罪行供认不讳，罪大恶极的百变郎君一已伏法，当然可以结案。也是给天子公主一个交代，也好让杜长史蒙混过关嘛。苏无名，用词不当，不是蒙混过关，是交差。交差。罗德芳，你我是杜长史的左右手，要时时刻刻为杜长史排忧解难。行，先别说我了。结了案，让成佛寺的广孝也松口气。现在坊间都在传，沈玉根本不是天后的难处，而是广孝养的妖人。还有人说，秦孝白画壁之时中了邪，才画出那么多妖魔，背后使坏的也是广孝。甚至有人指出，成佛寺的寺主就是凶手，且已杀害多名年轻女子，皆剥去脸皮。是，这些苏某也略有耳闻呐。原本就是一桩普通的命案，
如今呢，已然危害到了京师的安稳。刘凌风、苏无名，你们两个必须想出办法，把坊间的传言都给我平息了。哼，杜长史慢行。咋办啊？我。把门关上！快！这是怎么了？把门给我打开！哎，是卢三军！快打开！卢三军，大白天的，为什么关寺门？现在来寺院的皆非香客，那都是来骂师傅的。除了关门，还能有什么办法？你师傅还好吧？已经绝食好多天了，水米不进，谁劝都不听，恐怕他是想圆寂啊！广孝法师，你这是何苦啊？老衲此生积德行善，一心向佛，从没做过恶事。我只想求得功德圆满，可谁成想，如今却被众人指为凶手，遭人谩骂。我还参的什么禅，拜的什么佛，倒不如在此清净寂灭，早日到西天去见佛祖。我意已决，二位不必去。哎，不知范阳卢氏的承诺能否救广孝法师？我倒是觉得，法师更会相信恩师狄公。狄公弟子苏无名，狄公弟子范阳卢凌风，我二人以恩师之名作保，也愿意加上范阳卢氏的名声。涉及承风寺之案，我们定会尽快侦破，澄清谣言，还法师清白，寺院清白，还请广孝法师相信我们。阿弥陀佛。真的要像杜明说的那样草草结案吗？当然不能。那你今天缓兵之计而已。可现在五阳活不见人，死不见尸，我们手上没有任何线索。也不能这么说吧，我觉得线索挺多的。哎，那你倒是说说呀。哎呀，首先，若百变郎君没说谎，那五阳的衣服是怎么穿到被害女子身上的呢？也许那百变郎君的话根本不可信，是他曾虚假再次救走五阳，继而把五阳杀害。你说的不无道理，都怪我情急之下那一脚踹得太狠了。如今百变郎君一死，他的话就真假难辨了。哎，现在想来，就只能再验那女尸，辨其身份。咱们这样合适吗？你不是女侠吗？怎么胆小起来了？我不是胆小，我是说验尸，要不要先告诉苏无名和卢凌风他们呢？顾不了那么多了，我必须要看上一眼。
尸体不是武阳，绝对不是。你说什么？你们俩去验尸了？我知道不该私自去验尸房，不过我突然间想起来了一件事儿。那日，我能和你们做朋友吗？我没有朋友。当然。那天我看见他的手上有一个梅花烙，很精美。我当时就在想，等桐油去江时，问他怎么烙上去的。可那具尸体上没有。一梅，你可帮我大忙了。不是武阳，他不是武阳，我女儿武阳兴许还活着，她手上没有梅花烙，她不是武阳，不是。那你那天为何？我见她衣服和身形对上了，我就……那梅花烙是怎么来的？武阳6岁那年，有一日险些被人拐带，是我拼命追上去才把她抢下来的。我当下就问那人：“你为何拐带我女儿？”他说武阳像极了天后。我当时真是吓死了。我怕武阳再出什么危险，我就去求教道士。道士说，让我在武阳手的这个位置打一个梅花烙，这样武阳就会永远的锁在我身边。锁？他一个大活人，安能锁住我？再有，这么重要的线索，你如何疏漏？我这几日心乱得很，我一见尸体我就怪我。所以，人啊，无论何时，都需冷静。是。走吧，悉听遗训。你们让我怎么做得到？做不到也得做，也许只有照我说的做，才能找到关于武阳的新线索。我店的神仙玉女粉有货了。听说他女儿死了，如果有需要的，快进来瞧瞧。传的可厉害了，真的是。2位小娘子，本店的妆容用品最是好了，价格也公道。可曾听闻神仙玉女粉现在有货了？要不进来瞧瞧？好，走。来。这样，我赤英大娘。阿木，我这没有垃圾。哦不，我是来跟您告别的，我要回杭州老家了。我觉得您想开一些吧，也许武阳离开是件好事呢。从此以后，你们母女俩都能得到解脱。解脱？我女儿丢了，你让我怎么解脱？你算什么东西？跑到这儿来跟我说这些，莫名其妙！滚出我的店！赤英大娘，阿木告辞。
阿木，你这是要离开长安吗？那个，我们来送送你。啊！多谢诸位，够有钱的，一个除灰夫，套辆马车回杭州。是啊，确实是积攒了一些钱。车里装了什么？有没有不该带走的？没有，我车里边什么都没有。我义兄苏无名一向神机妙算，他算出我日夜惦念的人要和你一起回杭州，故邀我来送行，难道让我空欢喜一场吗？二位姐姐，为了挣脱母亲的枷锁，这两位萍水相逢的姐姐亦成了你的棋子。我也是没办法。我听说神仙玉女粉可以祛斑除刺，还能增加皮肤光泽，真有那么神啊？是真的。二位小娘子留步。那明天你们没事，我们一起去曲江玩啊。好啊，我还没去过曲江呢。那就一言为定。4初10分，成佛寺门口见。那我们不见不散。好，我早已计划与阿木私奔，只待时机。与二位姐姐约定同游曲江，是想掩饰自己背叛了母亲，让她认定我失踪是意外。阿木，武阳从后窗逃脱，是你协助的吧？若当时就一走了之，也就没有后面的变故了。可我还是舍不得娘，想最后再看一眼她舞狮的样子。赤鹰善狮舞，你早就知道。知道，只是母亲不想让我知道，我假装不知道而已。好有主意的一个小丫头啊！父亲曾是武库署监事，9品官而已，却仍被酷吏构陷，冤死狱中。
我成了孤儿，继而落魄，沦为楚惠夫。五阳，那个山人又让我给你带信了，你要听吗？我念给你听。不听。那你要回信吗？你说吧，我帮你写下来。你觉得我该继续相信他吗？那人绝非是善雷。那你还帮他送信？收人钱财，就要守信吗？便也是无奈之举。就因为这个？就因为这个。那你走吧。吴阳，你别害怕，那奸人若要害你，我定会拼死保护。你为他送信，也是想趁机来见我吧？选择这种方式离开，是想让母亲以为我是被歹人劫走，这样她就只会去恨歹人，而不会去恨我这个她苦心养大、爱如珍宝的女儿。却没想到，竟然真的有歹人，还不止一个。俗话说，螳螂捕蝉，黄雀在后。而你们这是黄雀之后还有天敌，天敌之后还有猎手，而猎手之后尚有阿木。幸亏有阿木，始终在暗中保护我，一直没有放弃。阿木，你可知罪？啊？你在曲江救下武阳，不送他回家，视同劫持。是我不回，与阿木无关。阿木，我来问你，武阳身上的衣服是如何到另一女子身上的？这个，你屡次提供线索，却为何不报白药师行凶？阿木啊，那日我问你，白药师住在何处？你知道他家住在哪儿吗？就在永阳坊的土地庙旁边。当时你脱口而出，我便知道你去过他家。那是我的主意。那个白药师竟也是奸人，我听他说过，家住永阳坊土地庙旁。趁他受伤，你随我去，杀了他，省得他再害别人。我们就尾随他到了鬼市，一见那尸体，真的吓坏了。阿木再次提醒我报官，可是冷静下来，我想正好可借此脱身，让母亲对我的死确信不疑。哎，那是你亲手给尸体换的衣服？是，我让阿木回避了，故他没罪。我当时实在是被吓得哆嗦，就只能在远处保护武阳了。武阳，你真是好胆量！为了离开赤英大娘，你也算是孤注一掷了。我再问一遍，阿木，你可知罪？刚才不都解释清楚了？可今日你在做什么？按大唐律法，拐带人口是重罪。是我自愿与他同行，何谈拐带？但若赤英告状，即为拐带。二位上官，二位姐姐，老伯，小兄弟，武阳求你们了，放过我和阿木吧。母亲对我很好，但又很不好。
我真的不想一辈子被他锁在身边。我也想按我自己的想法穿衣、打扮、嫁人、生儿育女，自由自在的活。否则我宁愿死。武阳，求你们了。是个不认命的，倒有点像我。陆凌风，自由自在是每个人的权利。虽说放了武阳，对赤英大娘太过于残忍，但如果是我可能会这么做。哎，你们两个，行了行了，起来吧起来吧。我问你们，到杭州之后何以为生啊？我偷偷攒了些钱，也记下了我娘研制出的神仙玉女粉的配方。我要去杭州开个面织店，生意一定会好的。嘿呀，你娘的那个配方也没什么稀奇的。我重新又配了一份，添了2味，又减了1味。你拿这个配方重新调制，保管会卖得更好。相信老费，他是神医，信得过他。师傅，陆参军，若需将阿木擒回，您尽管吩咐；若不擒，我先走。阿木，你需将此事的来龙去脉写清楚，并念给武阳听。若他无异议，你2人均需画押。作为雍州司法参军，我有权押你们回去，因为你知情不报，攻陷理应追究。但在我大唐，任何人都没有权利阻止你们追求自由。过到了杭州后，你们需向司法参军马蒙报到，并如实陈述你2人在长安之所为，是否需要处罚，由马参军定夺。阿木，你若敢负了武阳，绝不会。多谢陆参军。苏博士，您还……我有一事不解，要问武阳，这几日你住在哪儿？这太寒酸了，要不还是别住这儿了吧？不，就这里。长安的暗探在各坊间探查你的踪迹，而你却就住在面之店的对面，为何藏身在那儿啊？放心不下我，娘。前几天，娘无心做生意，一有人路过面之店，她就上前询问人家是否见过我。每到夜晚，她更显孤独。
我家神仙玉米粉到货了，如果有需要的，可这一切都会过去的。最近我发现，他已经逐渐适应了没有我的生活。我想，我可以离开长安了。你离开长安，离开赤音，不是因恨，而是因他太过爱你了。照娘的样子做给娘看。武阳没有朋友，武阳不需要朋友。在武阳手的这个位置打一个梅花烙，这样武阳就会永远的锁在我身边了。苏博士，您还有什么要吩咐的吗？大唐辽阔，风光无限，前路有壮美的万水千山在等着你们经过，也只有经历了千山万水，才能成为更好的自己。什么？你们几个把我的女儿武阳放走了？啊！佛祖保佑，佛祖保佑！啊！我女儿没死，齐老板，武阳没死，她活着。我看错了，那个不是他。傻大娘子，我女儿没死，远走高飞了。没事没事。佛祖保佑，佛祖保佑，保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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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武阳还活着明日环城理事到重化坊，此方毗邻西市，故需要特别注意的是。陆凌风，陆凌风，抱歉，打扰了。何事？我们刚才去了美修面之店，关门了。一打听才知道，赤英已退了店铺，今天一早买马套车，现已出城。赤英大娘，你这是要去哪儿啊？我还能去哪儿？杭州啊，找我的武阳去。武阳不想让您知道他去了杭州，您这么做不是辜负了卢参军的一片好意？我不去他怎么活？武阳什么都不会的。武阳不愿意待在长安，都怪我，把他生的像天后，所以总有人骚扰他。而这杭州偏僻啊，应该没有什么人认识年轻时的天后，所以武阳就不会被打扰，就安全了。制作神仙玉米粉的药材我都带上了。到了杭州，我再开个面汁店，照样赚钱，养武阳。武阳已成年，不用你再养了。我不养武阳，如何对得起武阳他爹？我知道各位的好意，过去是我不好，管得太多了。到了杭州，我改。赤英大娘，你有没有想过，或许晚个1年半载再去看武阳会更好呢？那更不行了。阿木那个小子，你们不要看他老实，说不定是装出来的。我要是不去，他欺负武阳怎么办？卢凌风，你劝劝。我虽为雍州司法参军，却无权阻止武阳去往杭州。
更无权阻止赤英追女西行。只是这一路颠簸，赤英大娘，你独自前往，让人很不放心啊。没事没事，当年我也是大着肚子独闯长安的。时候不早了，各位请回吧。我走了。去。你笑什么？平时伶牙俐齿的，刚才怎么一句话都不说？你就不怕武阳再次被禁锢？哎呀，经过此番变故，赤英应有所改变，武阳更能体会母亲之不易。再说了，此乃家事，卢参军堂堂朝廷正官都不管，我区一博士，月俸还少得可怜，我管得了吗？到了杭州，肯定消停不了。唉，亦是人间烟火。卢凌风，苏博士说的有理。下寿吁，卢参军，苏博士，你这是要离开长安？是啊，一早听说赤英走了，我追他去。只靠这双腿，你是追不上赤英的。我白天多赶路，晚上少睡觉，多追几日，早晚能追上。你的武士队呢？已经遣散了。夏生啊，离开长安，再想靠武师谋生，恐更难了。这我知道。年过半百，不求荣华富贵，但求心之所向，义无反顾啊！你的这句话，倒是让卢某顿生敬畏之意。夏寿，骑上我这匹马，去追赤英吧。我的钱都给武士队的年轻人分了，我没钱买马了。谁让你买？卢凌风送你。快马加鞭，在日落前，定能追上赤英。他现在是一个人，正是需要保护的时候。哎呀，卢参军一番好意，还不赶紧上马？好，谢谢，谢谢。感谢。